小时候看蜘蛛侠，我们羡慕彼得·帕克，因为一只蜘蛛让那个普通懦弱被人忽视的少年突然拥有了改变命运的力量，他可以成为所有人眼中的英雄。可是多年以后再看这部电影，才发现一个最残酷的事实：蜘蛛侠拯救了整个纽约，却唯独拯救不了自己的人生。他拥有了神的力量，却依然交不起房租；他能阻止犯罪，却无法摆脱贫穷生活的压力。而另一个站在城市顶端的人诺曼·奥斯本，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力，却依然逃不过资本和规则的吞噬。一个来自底层，一个站在顶端，一个选择忍受痛苦，一个选择毁掉世界。他们看似是英雄与反派的战争，其实是一场关于阶层、欲望和命运的挣扎。蜘蛛侠一真正残酷的地方在于，这个世界上最难打败的敌人从来不是绿魔，而是那个永远逼迫你低头的现实。今天我们重新走进2002年的蜘蛛侠1，看看这部童年里的超级英雄电影如何藏着一个关于普通人挣扎与选择的真相。彼得·帕克拿到超能力后的第一件事，从来不是去拯救世界，他只是个17、18岁的高中生，有着最平凡甚至最卑微的欲望。他看到自己暗恋多年的女神 MJ 坐上了校霸闪电的那辆耀眼的新款跑车，在那一刻，少年的自尊心被狠狠刺痛。为了买一辆价值3000美元的二手跑车，为了能在喜欢的女孩面前抬起头，他盯上了报纸上的地下摔跤比赛广告，在擂台上坚持3分钟赢取3000美元。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的诞生，这是一个底层青年最本能也最卑微的求爱方式。他穿着自己缝制的简易破布战衣，自称人形蜘蛛，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冲进了地下拳馆。在铁笼擂台上，他凭借基因变异带来的恐怖力量和敏捷，仅仅用了2分钟就把连胜多场的职业摔跤手古巨 KO 在地，全场狂热欢呼。少年以为自己凭本事赚到了第一桶金，凭本事拿到了迈向体面生活的门票。然而现实的毒打说来就来，当他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领钱时，黑心赛事老板却极其冷漠地只扔给彼得100美元。彼得愤怒地质问，广告上明明写着3000块。老板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扔出一句极其无赖的说辞 It said $3 grand for 3 minutes, and you pinned them in 2. I missed the part where that's my problem. 这句荒谬至极的借口暴露了资本最底层的收割逻辑。规则从来不是为了保护劳动力而设定的，规则是掌握定价权的人用来随时抹杀你剩余价值的工具。你能力再强，产出再高，在掌握资本的人眼里，你也不过是个随时可以被找借口扣钱的劳务工具人。出于极度的不甘与冷漠，当一个抢劫犯冲进办公室抢走老板所有的现金袋时，彼得侧过了身，任由劫匪乘坐电梯逃之夭夭。面对气急败坏追上来的老板，彼得把刚才老板甩给他的原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I missed the part where that's my problem. 这一刻的冷漠让他体会到了短暂的报复快感，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资本的收割与个人的冷漠最终会变成一颗射向自己至亲的子弹。仅仅几分钟后，那个被他放走的劫匪当场枪杀了一直在车里等他的本叔叔。这里藏着山姆雷米自己的小心思，资本对底层的极致剥削，摧毁的不仅仅是底层的生存空间，更是摧毁了底层的道德秩序。当一个社会把底层逼到无路可走，不给正向反馈时，由此滋生的冷漠与恶意，最终会像榴弹一样精准地击中底层自己人。本叔叔用生命留下的那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从此变成了彼得终身带在身上的道德枷锁。本叔叔去世后，彼得并没有因为成了街头英雄而获得生活的优待。高中还没毕业的他，依然要面对铺天盖地的账单、大学学费以及没压抑摇摇欲坠的房屋抵押贷款。他看到《号角日报》的主编詹姆森正在高价悬赏蜘蛛侠的清晰近照，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和买相机，彼得利用蛛丝把相机固定在巷口的墙壁上，用定时连拍拍下自己的照片。当他带着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独家近照走进《号角日报》的办公室时，主编詹姆森看到照片眼睛都亮了。当他作为一个精明透顶的商人，第一反应不是赞赏，而是疯狂压价。詹姆斯一边在报纸头版上把蜘蛛侠扣上全民公敌、社会威胁的罪名，利用这种耸人听闻的黑化报道制造流量牟利，一边又对着彼得挑三拣四，用极其刻薄的语气把几张珍贵的独家照片打压到只剩300美元。更残酷的是，詹姆森根本不给彼得提供任何正式的劳动合同，只给他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一个还在读高中的打工人就这样被提早抽干了骨髓。电影里展现的英雄落差是如此刺眼，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高楼间，他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能够徒手抓飞车，在楼宇间荡跃。但在日光灯照射的办公室和出租屋里，他是一个因为迟到被康纳斯博士开除的差生，是一个在大雪天骑着破单车送披萨被按秒扣钱的骑手，是一个与哈利合租破旧公寓，面对抠门房东催缴房租时只能低声下气连声道歉的穷光蛋。超能力可以帮你打破物理规则，但却永远打破不了经济学规则。体制并没有因为你拯救了世界就对你网开一面，
相反，他用衣食住行，用生活成本，把这个拥有神一般力量的少年死死按在社会的最底层。如果说彼得·帕克的痛苦来自底层的贫困与剥削，那么诺曼·奥斯本的绝望则来自于高层的极端与异化。诺曼·奥斯本企业的创办人，他住在豪宅里，拥有劳斯莱斯，还有顶尖的实验室和数不清的财富。在普通人眼里，他是绝对的成功人士，是站在社会金字塔尖的掌控者。然而，在更庞大的资本与政军体制面前，他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被换掉的狗。军方的将军来到他的实验室，态度高傲而冷血。I'm going to pull your funding. I'm going to give it to them. 不给喘息的机会，不听任何科学规律的解释。军工复合体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雪上加霜的是，在奥斯本企业创立嘉年华前夕，诺曼以为自己能松一口气时，他一手组建的董事会却在背后狠狠刺了他一刀。董事会为了股价和个人利益，暗中与竞争对手狼狈为奸，投票决定罢免诺曼这个创始人，并将公司整体卖给探索航太。在金融资本眼里，诺曼多年来的研发成果不重要，他的科学理想不重要，甚至他创立公司的功勋也不重要。资本只对超额利润和股价曲线负责，只要你稍微跟不上利益膨胀的速度，就算是创始人也会被资本毫不犹豫地抛弃。走投无路的诺曼面对2周的期限和即将破产，非常的绝望，被迫在深夜的实验室里拿自己的身体当小白鼠，注射了未成熟的人体体能强化血清。这剂血清赋予了他恐怖的肉体力量，但也彻底撕裂了他的灵魂，释放出了那个狂暴、残忍、极具毁灭欲的第二人格绿魔。绿魔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怪物，他是被这个冷酷的资本体制活生生逼出来的恶魔。诺曼·奥斯本与彼得·帕克其实是同一种规则挤压下的两面镜子。当诺曼变成绿魔，他在联合广场的嘉年华上驾驶着飞行滑翔翼降临。他没有去拯救任何人，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出南瓜炸弹，把阳台上那些企图罢免他、瓜分他财产的董事会成员全部炸成了灰烬。这是极度具有隐喻色彩的一幕。当被体制逼得走投无路时，富人选择的是用绝对暴力去撕碎一切规则，去杀光那些背叛自己的合作者。而在阴暗的废弃天台上，绿魔迷晕了蜘蛛侠，他并没有立刻杀死彼得，而是像一个看透了现实的过来人一样，对蜘蛛侠发出了震撼灵魂的招揽。 But the one thing they love more than a hero is to see a hero fail. You, me, we're exceptional. 这段话本质上是顶层精英对底层优秀技术人才最典型的招安。绿魔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向彼得摊牌，别傻了，那些平民不值得你救，你拥有超能力，你就不该当底层打工人，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成为统治阶级。那一刻，彼得面临的不仅是正邪的选择，更是一道面对人性的阶级立场选择题，是选择背叛自己的阶层，加入剥削者去吃香喝辣，还是选择拒绝招安，继续回底层当一个交不起房租、被主编剥削却依旧死守底线的苦难者。彼得的拒绝是他作为英雄最伟大也最令人心酸的时刻。他放弃了跨越阶层的捷径，选择继续回到底层，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站在一起，承受生活的重压。在电影的终局大决战中，山姆雷米设计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皇后区大桥，绿魔一手抓着装满贫苦儿童的空中缆车绳索，一手抓着彼得最爱的女人 MJ， 将他们悬挂在数百米的高空。绿魔狂笑着给蜘蛛侠做了一道残酷的选择题。绿魔试图用这种方式证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本质是自私的，在绝对的利益与生死面前，没人会真正去救那些底层的平民。然而彼得·帕克根本不做选择，他用极限的肉体爆发，在飞身坠落的瞬间，一手抱住了 MJ， 另一只手死死抓住了粗重无比的缆车钢索。他的双手被剧烈摩擦的钢索割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臂滴落。那个双手被剧烈摩擦、鲜血直流的镜头，其实也是打工人最真实的写照，用肉体去硬扛生活所有的沉重与残酷。更让人动容的细节发生在桥上，当绿魔企图趁人之危攻击脱力的蜘蛛侠时，桥上那些普通百姓，那些纽约最底层的市民们纷纷站了出来，他们拿着砖头、垃圾桶、废弃物拼命朝绿魔砸去。这一幕狠狠打脸了绿魔最深层的偏执。统治阶层以为底层只是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与数字，但当底层人民觉醒，相互守望时，这种源于苦难中的团结才是压倒一切暴政与资本的终极力量。在最后的废弃古堡肉搏中，绿魔败下阵来，他摘下面具，露出了诺曼·奥斯本那张疲惫而伪善的面孔。他打着感情牌，谎称自己一直把彼得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暗中却偷偷操控滑翔翼的刀刃，准备从背后将彼得刺穿。彼得凭借蜘蛛感应瞬间跃起闪避，锋利的滑翔翼顺着惯性径直刺穿了诺曼自己的胸膛。这是对无休止的欲望与贪婪最讽刺的终结。
妄图用绝对的控制与暴力统治一切的人，终将被自己制造的利刃所刺穿。诺曼临死前留下那句“别告诉哈利”，随后便咽了气。彼得看着这具尸体，没有选择置之不理，而是默默地将尸体送回奥斯本大宅，独自承担了被好兄弟哈利误解和仇恨的代价。他再次回到了他那个破旧狭小的出租屋里，生活没有丝毫改善。重看2002年的蜘蛛侠1，最狠的地方就在于山姆雷米用极度写实的镜头撕碎了所有关于一夜暴富和英雄拯救一切的幻想。他告诉每一个屏幕前的普通人，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有了超能力就变得简单。在这个被资本、规则和阶层严密控制的世界里，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但最终富人被无休止的贪婪与体制的反噬推向灭亡，而穷人在被现实反复毒打之后，依然选择在清贫与苦难中咬牙坚守。在诺曼·奥斯本的葬礼之后， MG 向彼得深情告白，那是彼得从高中起梦寐以求的爱情，只要他伸出手就能拥抱幸福。但彼得深知自己的身份会给身边人带来无尽的危险，他推开了 MG 的手，选择把真爱埋在心里。他转身走向阳光下，走向那条充满艰难与困顿的道路。那个在大楼间自由荡漾的红色身影，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没有光鲜亮丽的跑车与豪宅，他不过是每一个在现实生活里被房贷、车贷、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却依然在某个深夜选择把善良与担当留给这个世界的自己。最后想问问大家两个问题：如果当时在天台上面对绿魔的诱惑，换作是你会选择像彼得一样甘愿回底层交房租，被主编剥削，还是选择加入绿魔统治城市呢？还有，你觉得彼得·帕克的这种坚守到底是一种伟大的利他主义，还是一种被统治阶级用道德枷锁驯化后的自我牺牲？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观点、有深度的经典电影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我是瑞元，我们下期见。